魏无羡竖起一指，悄悄指向金光善，道想不想揍他？蓝忘机依旧看着他，道不要惹事。魏无羡道当然不是现在，今晚我们两个带着麻袋，趁着月黑风高，给他套头上狠狠揍一顿怎样？蓝忘机、魏无羡再道若是还有兴致，把金子轩也算进去。蓝启仁听不下去了，魏婴。魏无羡不知怎地，直觉告诉他，如今不要再随意激怒蓝老头，不然往后有他受的。于是，在蓝启仁警告过后，怂了吧唧的学着姑苏阵营那边的姿势做好。蓝启仁这样的魏无羡让他有些摸不着底，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好容易挨到晚宴结束，蓝忘机与魏无羡对视一眼，收到那人快挤到眉眼的笑容，再略一颔首，与蓝启仁一同离去。江澄看了半晌，摸着下巴道：“你们俩这样。”魏无羡问：“怎样？”江澄琢磨着用词，好像优答会一般。此话一出，连他自己都抖了3抖，看了眼魏无羡，后退一步，想了想，再后退一步，心想自己可能是与魏无羡相处太久，被带歪了脑中才会冒出这2个字。魏无羡觉得这词儿听着虽怪，可理似乎也在。蓝忘机就是那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，自己是偶然路过的穷酸书生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半夜他还要瞒着蓝启仁，偷偷溜进蓝忘机闺房与他同睡，刚刚好全应上了。殊不知自己站在原地傻笑许久，他正想夸江澄用词准确，抬头却发现江宗主跑得老远。魏无羡，两人距离过远，魏无羡两手放在嘴边，冲他喊道：“江澄，你跑那么远作甚？”江澄也喊过来：“太可怕了，离老子远点儿。”魏无羡疑惑：“可怕？什么玩意儿可怕？”江澄不答，一溜烟儿跑没了影。魏无羡也不再追问，想起自己今夜可还有钻蓝忘机闺房，爬达蓝忘机的达床达这么一件大事未办，忙敛了神色，在金陵台之上闲逛了大半夜，数次经过蓝忘机房前，将路数摸清，才敢猫着腰，踮着脚，借着周围的矮灌木隐藏身形，鬼鬼祟祟地来到窗前，在上面敲了2下。片刻，房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。蓝忘机的步子平日都是沉稳有力，不骄不躁，不疾不徐的，今日却听着却有些凌乱。再过片刻，窗子打开，蓝忘机一张清俊俊秀的脸便从里面冒了出来。要是平日看得多了，这样冒出也不免再次被惊艳到。魏无羡心中默默感叹，这如果当真是幽会便好了，男的他也愿意。魏无羡，可……蓝忘机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将头猛摇，就差吼了出来：“无事。”将险些呛到自己的某些想法甩开。魏无羡两手往窗棱上一扒，用力将身子撑起，正待翻滚进房，身后却忽地传来一声怒吼：“魏婴！”魏无羡这一声喊得他双臂失了力气，一下子摔倒在窗棱之上，半个身子已经钻进房里，2条腿却还在外面蹬着。他回头看去，里面那人蓝忘机，他叔父带着一众蓝氏门生，正在身后瞪着自己。魏无羡，魏无羡！蓝启仁与众蓝氏门生，魏无羡，蓝启仁与众蓝氏门生。魏无羡自诩仙门百家脸皮最厚，可也不是这么一个厚法。此刻他身子在蓝忘机闺房半开的窗子上挂着，因方才惊吓险些滑倒，被蓝忘机眼疾手快的一手揽了肩，一手扶了腰。至于后方还在不断扑腾的2条长腿工人观摩，着实不怎么雅观。魏无羡在看时，蓝启仁与那帮门生零零总总10来人，依旧维持着方才的姿势未动，眼睛直溜溜地盯着自己，实在受不住了。他弱弱出声，不似往常一般带着活力，犹豫道：“蓝老先生，咱打个商量呗。”蓝启仁脑子里面浆糊一般，听闻魏无羡说话，也不知说的是何，便迷茫着点了点头。他今夜不过与人论到入迷，稍微晚回来些，便瞧见如此不堪入目之景。那个曾经将整个云深不知处搅得天翻地覆的魏婴，正扒着窗户，玉然指他冰清玉洁，纯白无瑕，不谙世事的二侄子见人点头。魏无羡也不理他们是何状态，抬眸与蓝忘机对视一眼，双方略一点头，身上揽着自己的一双手臂便缓缓松开，他自己则将身子一翻，灵活地着了地，猫着腰玉，趁着那边一堆人还未反应过来之际溜走。站住！还未走几步，
身后便传来蓝启仁震怒的吼声，这吼声洪亮醇厚，响彻云霄。魏无羡在判断出蓝启仁功力深厚，身子骨硬朗结实这一点时，也意识到自己经验难以交代过去，连不可喧哗的家规都忘了。蓝启仁这是彻底疯了呀！思及此，他更不敢停了，两条大长腿倒腾得甚欢，隐约似乎可见底下踏出的些许浮尘，随着他近乎奔跑的动作轻轻划出痕迹。魏婴